Welcome back to Alicia Healing Studio Channel。我感受到有點壓力，因為呢，我已經3個星期停更了，我怕我那些 member 就是要投訴我了。相信大家最近也有在忙着看足球賽。As you all know， 我是 England 的 supporter， 然後我們有一首歌叫做Football is coming home。OK， 你們一定要支持我們打到 final 或者是 semi final，at least semi final。OK，Go boys, go England。那麼接下來呢，就是要連續上次我們講的托唷這一集呢，我們就開始要講其他的那個 folklore， 就是 methodology 在馬來西亞的 society 有幾種。接下来我們要講的就是 Orang Minyak。馬來語這個 Orang 就是人，然後 Minyak 就是油，所以調轉來講就是油人。什麼是油人？聽說呢，這個是人，然後他很喜歡把全身塗完黑色。為什麼要塗完黑色的油呢？我也不知道誰想出來的東西，但是他們馬來人的傳統是相信這個油人呢，他們會通過就是某種黑巫術，就是要修行的時候，他們就是應該偷進別人的家搶，就是有一個數目的所謂的處女。然後我覺得這個很奇怪，就是不懂什麼想法，為什麼他修黑巫術，他一定要去搶這些所謂的40多名，好像是44名，如果沒記錯的話，就是這些所謂的處女。It's like how sick can you be？ 我覺得現在的社會裡面呢，就很難再修煉這種東西。如果以前你住在那種窮鄉僻壤，可能就是家裡沒有門鎖啊，那種木屋啊，你這樣子潛進去啊，就可以偷了。但是呢，現在這個到處他們都有 CCTV， 為什麼要塗黑色油？因為他們要避免被抓的時候，他們可以逃脫這樣子的一個意思。然後其實他們是人，可是我覺得這個犯罪心理有點奇葩啦。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practice 來的，或者是什麼練法。我的門派絕對沒有這樣奇怪的東西。那麼在馬來西亞有一個 case 啊，就是從馬來人的社交媒體傳出，是好像2014年的時候，在公巴那邊的村好像發現有 Orang Minyak， 可是那時候也是 like the final sighting。2014年可能很多地方都沒有 CCTV，but until now， 我覺得現在已經是不可能做這樣子的東西，所以要修這種什麼黑巫術的人，你們還是少賠了。我覺得已經社會融入不下你去做這個東西了。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講的另外一個，我也很想知道。其實我有問過我的一個師兄，就是好像Pocong是好像一個靈來的，可能你們不是馬或者是伊斯蘭教的人，你們不大理解，就是什麼是 Pocong。它為什麼出現的時候是包，它是相信是一個鬼靈來，可是它的這個所謂的特點就是包這個白布，然後它好像僵屍這樣子跳一跳。為什麼它要這樣子呢？是因為在傳統的這個馬來宗教的伊斯蘭教裡面呢，當他們有人去世的時候，他們一定要就是第2天就要出殯，他沒有像華人這樣子什麼6、7天啊，又擺酒席啦，然後要放一個什麼風水寶地啊，在某某這個風水的格局裡面，什麼這種陰宅要好啊，什麼馬來人不是這樣子，馬來人他們連棺材都沒有，就包了一塊白布，真的是一塊白布這樣子包住整身，然後他們是不能等第2天，一定要进土埋進去了。他們埋進去的時候呢，就是要給很多 doa， 所謂的 doa 就是好像 Christian 這樣子，要做 prayer 就祈禱了，念經這樣子，然後家人把它好好的土葬埋。Just for your information， 不懂海外的朋友，就是馬來人他們必須是土葬，他們沒有所謂的海葬、樹葬或者是天葬或者是什麼葬法，他們只有入土為安這個，而且或者是說他們是沒有棺材的。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靈出現的時候呢，他就會以這個白布，然後這樣子跳跳跳，這樣子出現的。很多馬來人相信啊，因為他們臨走前可能他們有一些就是沒有做好這個斗啊，他們也相信如果這個死者沒有被好好的念這個伊斯蘭經的話，或者是不夠的話，他們就會有這個怨念出來，然後他的整個所謂的 presentation 就是一塊布，然後他會這樣子跳了。OK，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就是 Orang Bruneian， 然後這個 Orang 又是人 ，Bruneian 這個沒有 direct translation，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麼，因為這個是馬來人的一些所謂的都市傳說，或者是靈界的一些傳說。其實我自己本身是有好像 encounter 這一些 Orang Bruneian， 他們馬來人相信的這個 Orang Bruneian， 他們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 Orang Halus， 或者是 Makhluk Halus， 意思就是說小小很細的一些精靈的東西。然後這個 Orang Bruneian 呢，在城市其實你们不可能看到，因為他們是一個群居，就像人類這樣子住在森林裡面的。然後我有2次就是 encounter Orang Bruneian， 為什麼我這樣子說？因為之前我去探靈的時候有經過森林，進去裡面拍攝，然後我發覺就是有很奇怪的東西在裡面，就是他們好像有自己一個王國這樣子的。然後曾經就是我做過一個個案，他們也是有像人類這樣子有用金錢啊、金塊啊這些。這一集在我很久之前有講過，就是藍湖事件，你們可以 click link 去看。他們就是有自己好像人類這樣子的一個社體團體吧。然後他們通常都是以誘惑型的，很多那種住在東馬的人。相信他們也聽過 Orang Bruneian， 就是他們會講有一個人被誘惑，就是好像小孩子還是什麼，他們去到一個地方很美啊，有很多美食可以吃啊，在他們那個森林裡面是這樣子，他覺得他在吃美食，其實真正的事情發生，當他被这個失蹤者被找到的時候，其實他們是在吃着泥土啊、蚯蚓啊，什麼亂七八糟的這些東西。然後我也聽說過一些開發森林的人，他們的員工印尼仔有試過看過什麼美女跟他們招手啊，哇，我不懂他什麼想法，在深山野林裡面有一個穿得很 sexy 的美女給你招手啊，你不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還會去呢？結果這個印尼仔呢，他員工就失蹤了一個月過後回來，他就說他那邊玩得很開心，他不想回來。可是那個美女告訴他，他們已經玩過了，就是他應該回去一下子，這樣他就把他放了。所以其實很多的有去過森林的人啊，都講有這種禁忌。然後為什麼這個 Orang Bruneian 不在英國的 forest？ 我覺得可能不一樣的 territory 有不一樣的靈，但是這個的確是存在，因為我曾經看過這種所謂的 Orang Bruneian， 甚至我有一次發夢的時候，這個夢很奇怪，因為我走進一個好像遊中園這樣子的地方，然後 out of middle of nowhere， 我看到有一群人在開 party， 然後我看到哇，好像有很多美食就很忙這樣子，大家很開心。然後我一走進去的時候，每個人突然靜下來，就他們是載歌載舞啊，這邊打音樂啊什麼的。然後突然靜下來，全村人看着我，然後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他們問我你怎樣來到這裡？我說我不知道，我車停在外面那個 highway， 然後我看到裡面有火，我就進來這個森林這個什麼遊中園然後他講你還是走吧，這裡我們在開這 party， 你沒有被邀請，你不能進來。然後我講球有什麼好玩的？我也想看看。我看好多美食，然後真的是有金條啊，一些每個人就穿着是很華麗的傳統馬來服裝。然後我就覺得可能人家也不歡迎我，我就先走吧，就這樣子醒了。所以這個經歷對我來講是蠻奇怪的。
但是這個在馬來西亞 Orang Brunei 是有存在的一個所謂的都市傳說還是什麼 ？OK， 接下來要講的也是最後一個，就是 Pontianak。這個一聽到就是不寒而栗，因為要成為 Pontianak 我不懂中文叫什麼。Pontianak 呢，就是她是一個女鬼，然後這個女鬼呢，她一定要是難產死掉，或者是生完 baby 再死掉。她的出現，我覺得是很奇怪，因為聽說她頭髮是很長的，然後她的聲音是很尖這樣子的。還有呢，就是她可能普通人看到的是很好看的，因為她會 appear as someone 就是蠻好看。她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東西呢？因為她是難產走掉的嘛，所以她可能怨氣很重，然後就化為所謂的厲鬼。就是我們華人世界裡面相信的那種紅衣女鬼，然後她一般都是對於那些小孩，還有就是懷孕的女人，就是特別感興趣。我有問過我馬來人的朋友啦，他們就是那種他的家鄉比較窮鄉僻壤的時候，就是他媽媽那個年代的時候，他們就住在那種3·8區裡面啊。他們有講過，就是懷孕的時候啊，他們會聽到有女人的哀嚎聲或者是尖叫聲，很 high pitch 的一個聲音這樣子，在屋頂那邊 hovering， 就是一直好像有東西在飛來飛去。然後他們呢，一定要把全部窗口全部關到很緊密，因為可能懷孕的女人他們有血腥味啊還是什麼，只有這個 Pontianak 可以聞到。然後他們需要坐在這個孕婦旁邊呢，就是抖啊。我問過我這個朋友，他是住彭亨州的，他們好像生了8個孩子，就是他們那種老一輩是相信有 Pontianak 這種東西，而且他特別喜歡飛在屋頂，也不知道為什麼，反正他頭髮是很長的，然後他一定是穿着白色。其實你看這種馬來人的這種都市傳說裡面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那個女的也是穿着白色，這跟他們的下葬儀式是有關的。就是我剛才都說，男女的老幼，他們一定要用一塊白布這樣子包住，所以為什麼他們很多這種所謂的hantu，就是等於鬼，他們的hantu的意思就是鬼，都是以一個白色的長的衣服裙或者是一個白色的衣服這樣子出現，是因為他們的習俗就是這樣子，下葬的習俗都是這樣子。所以呢，為什麼這個 Pontianak 他怨氣這麼重呢？要搶孩子啊，對於孕婦特別的吸引，就是因為他臨走時留下了太大的怨氣。馬來人不相信有超度這個詞，他們也沒有說什麼要找師傅滅掉啊，去殺死啊，還是怎樣，因為他們整個文化裡面就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就是讓他走回去他該去的地方，就他該去的地方很大可能就是森林還是什麼。所以其實他們馬來人的習俗還是有蠻多的這種恐怖的都市傳說，我也覺得大家真的是可以參考這個他們的裡面所謂的鬼故事，然後這些所謂的 folklore。好，今天就大概講到這裡，然後大家接下來想看我就是做什麼樣的題材，可以在這裡建議。我覺得這個是蠻 interesting， 就蠻感興趣的一集，因為在每一個不同文化裡面的這一些所謂的 methodology 都是有他們自己的一個特色，包括國外也是有很多那種精靈啊什麼之類的，就好比天主教他們在驅邪的時候，他們有一個職業叫做 demonologist， 就是他們是專門在神父群裡面專門就針對每一個所謂的 demon，他們有自己的名字，然後他們通過知道他們的名字，然後就 exorcise 這一個所謂的被上審的人，這個也是蠻 interesting 的。然後基本上我覺得大家 cross culture 都有 link， 就是每一個不同的所謂的邪靈、惡靈、什麼靈之類的，他們都是有自己的特長，然後他們專攻擊什麼人，像馬來人的上次有講的Toyo就偷錢啊，然後
有這些 Orang Minyak 啊，是投射啊。其實這個跟天主教的 demonology 很像哎，就是他們有很多 demon 都是他們 appear 的時候都有自己所要的東西，包括這些什麼色啊、錢啊、什麼 power 啊等等之類的。我們可能沒有天天接觸這些東西，我們不知道。但是如果沒記錯的話 ，Catholic 的 demonology 裡面我看過一個 documentary， 它是講好像只是 demon 的名字就有好像幾百種哎，然後他們每一個又都有自己的 specialty， 然後有一些是吸拿人的陽氣，有一些是搶錢，有一些是給你很大的 fame 嘛。但是在東方文化裡面的話，我們可能只知道那個什麼 Lucifer、Satan 這些，其實這幾個是大佬，他們有很多小弟裡面都是蠻出名的。我會建議大家看 Supernatural 這個TV series， 因為 Supernatural 這個 TV series 裡面呢，它就講了很多這種不同的 demon。哇，那個總共有12個 season，if I'm not mistaken, it's one of my favorite TV series of all time。裡面有2個 psychic， 就是 Jensen， 還有另外一個忘了叫什麼名。大家可以去參考。總結一下，就是馬來人的鬼片啊，還蠻恐怖一下的。就是我看過的，就類似泰國那種什麼降頭這樣子的電影。如果你們聽得懂馬來語的話，你們真的是可以去參考，就蠻恐怖的。他們有很多這種所謂的 mythology。好吧，今天就講到這裡，拜拜。